凡夫如果能够很妥善的运用圣言量的串习，其实这个就叫做如理作意了。因为他常常思维的时候，常常用的文句啊，用的名言，也就是内容，都是从经律论来的，都是从佛说的圣言量来的，这个就叫做如理作意。那我们平常的细论啊名言，我们平常的细论名言，也就是我们的心没有随顺着佛所说的道理在思维的时候，就是细论名言了。我现在先把细论做几个层次的解释哈。我们有的时候讲开玩笑是细论，是对的。那开玩笑是细论，那不开玩笑的那一部分，在这一层来说，没有开玩笑的那些语言就不是属于细论哦，这个是非常粗的。然后再来，如果说没有开玩笑的那些话里面呢，跟修行没有帮助的，不能帮助修行的，这个就叫做细论。那不能帮助修行的，那有另外一部分能够帮助修行的，相对来说到第二层，到能帮助修行的才叫做如理作意。好，那这个应该是可以保留的。可是呢，如果我们再升一层，升高一个层级来看的话，其实凡圣的差别是在于，其实一切法本来是没有语言文字的，所以你只要把这个层级再拉高，只要有语言文字就叫做细论。如果我们刚从下往上讲现在从上往下讲，比方说抄经，比方说念佛，如果用第一义谛的最后一个，这个就是用第一义谛的标准，离名言相的，用第一谛来说呢，它就是细论。但是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还要再往下讲不是说那些事情不能做曾经有一个故事呢，这个徒弟呢，他在那里拜忏，师父走过去了说，做一点跟修行有关的事情嘛。徒弟想说拜佛不对，好，他就去读经。师父走过来说，做一点跟修行有关的事情嘛，又不对了，他又换，就换打坐。然后师父就说，你做一点真正修行的事情嘛。你们觉得这个故事的重点在哪里呢？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一定都要有心，真的是把这些文字呢，把它收纳到心里面来，这样子才能够真正改变我们的思想。把那一些就是收纳到心里面的时候，其实才会去动到这些心心所。你的慧心所，慧是有决断的意思，它就是一直偏向清净，它不是在没有染污了，没有清净或染污，全部都是清净的。那我刚刚举的那个细论呢，如果真的要举例的话，念佛啊，或者是做什么我们在佛法里面觉得很殊胜的事情，用第一谛来说还是细论哦。那可是我们再降一个，只要对修行有帮助的，我们就应该做。所以呢，念佛啊、抄经啊，或者是这个读书会啊，这些都应该参加。再降一级的，我们就不做了。为什么呢？我宁愿说这些如理作意、随顺佛法的道理的这些语言文字，我宁愿说这些，因为这个还可以帮助我慢慢往上。那如果下面的那一个呢？下面最第一层的那个开玩笑细论，开玩笑就叫做细论，这个会让人家怎样呢？动心念，心念动了就容易乱，容易散，那跟修行无异。所以这部分我们不考虑。但是其实凡事都有但书。但是呢，如果你是菩萨，你看到有一个人心情不好，你的动机是为他好的，那你去跟他讲几句比较轻松的话。当然这个细论还要有所简别讲那些容易让人家生起淫乱的那个话是如何也不能讲，什么情况也不要讲。其余的那部分就是属于这个那个动人的心念之盛，那个很大，所以那个不要讲。那可是他心情不好，你可不可以去跟他说一些细论的事情？我们的第三最刚开始说的那个细论的定义属于这个，就比较轻松一点的话，不是直接在讲佛法的名相，可是你用轻松一点的话来安慰他，让他心情愉快一点，心情好一点，这可不可以？又可以了。
所以呢，我们刚刚是这样介绍上去，现在这样子说下来，我想大家可以再想一想哈，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那在这里呢，就这个问题来说哈，我们不断的熏习是圣言量，我们的所谓的熏习啊，串习，就是说心，就是刚刚那个问题不要动哈，刚刚那个问题，就是你的心一直在串习，因为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文字哈，你心不断的一直串习，一直的熏习，那是表示什么？你的心一直在铭记这些圣言量，而且不是只有一次，是不断的。你的心的思维的内容是什么？是圣言量。那我们如果是平常的细论明言，我们的心也在动，串习的时候心其实也在动，平常我们的心也在动，可是呢是属于动到细论明言的这部分，就是生死流转的这部分了。因为世间的人，没有受五戒的人，他不会去考虑说这个哪一部分的话不要讲，哪一部分的话不要，也可以说。那他心情不好，我就用我所有的不可以讲的话，我也跟他讲，让他心里动起来。不是的，你真的要有所运用，说啊，他心情不好，或是这个时候需要给他轻松一点的话，还是有所曲折的。所以呢，熏习是内容是佛法。那平常的细论明言也有内容，可是那个内容不是佛法。那所以说，怎么样加强如理作意呢？加强如理作意就是你的内容讲的就是可以让人的心提升的，让我们的身口意的造作都完全是向善的，这个叫做如理作意。那个如就是随顺的意思，那理是真理，随顺真理，作意，作就是造作，意就是心的意思。我随顺真理，也就是我心在动，那个内容就是指真理，就是经律论，那就是如理作意，随顺的真理，这样子的想法。当你的心是被这些如理的这些内容，这些经律论的内容占据的时候，其实你就没有细论明言，就是刚刚那三层哈，自己也可以想一下，你就没有那些不能帮助修行的这些名言了。那这样子慢慢就能够修正习气，修正习气了之后，其实这里说的影响果报呢，我们现在修的因呢，一定可以影响到未来的果报。那我们说影响果报这个乃至可以怎么样呢？如果常常的如理作意，就是没有像以前的心那么杂乱，跳过来跑过去，跑过来跳过去的。我们人生病其实是因为心的动乱。那如果说我一直在如理作意这边一直熏修，一直熏习，可不可以影响现在的果报？可以啊，身体会比较健康。